如果你坐了7个小时的火车，其中5个小时暗无天日，是什么感觉？大家是不是也会耳鸣？这就是基建狂魔的杰作，桥隧比超过70%的新成昆铁路。那么今天我们就坐上这个绿油油的家伙，感受一下成昆地铁。嘿，突风当前坐标昆明站，昆明到成都现在有8小时的绿皮车、7小时的绿巨人和6小时的高铁，你如何选择？我选绿巨人，动车2次4次，昆明到成都南。那么今天跟着我的镜头坐绿巨人走新成昆 ，Let's go！ 我还想着坐 AD 钙奶呢，直接给我整了个绿巨人，可能是走成昆复线不如去大理丽江来的高端呐。但昆明局也不缺这玩意儿啊，你看不是遍地都是吗？而且据说昆局现在有了个新的绰号——统局。初代绿巨人车门处有伸缩踏板和阶梯，可以停靠 D 站台。对了，初代绿巨人座椅不可旋转，那么我就有100%的概率反坐。完了，又是反坐。这反着坐，是不是应该换个地方顺向乘坐啊？诶，这车怎么反过来开了？赶紧回自己座位去吧。车往哪个方向开你都不知道，行不行啊？他让我还真坐了不是。7点42分，动车2444列车缓缓驶离昆明站。出站就是昆明G5段。对了，报告一下，当前的海拔1895米。不会吧，昆明是高原啊！列车前方到站，广通北。动机虽然某些车型颜色比较刺眼，但依旧得到了不少旅客的好评。凡是在动车组列车上吸烟，禁止吸烟，动车内饰干净整洁，设施齐全，对很多旅客来说，它就是慢速版的高铁。例行厕所参观环节，同样，厕所蹲式、坐式都有，看个人喜好选择。早饭还没吃啊，先去餐车问问有没有馒头、花卷什么的。你好，这个有早餐吗？有意大利面。意大利面啊？多少钱32的38。啊？还2种价格。换一个中式的吧，我要最便宜的。免费加热，送餐到座。车在震，肉在抖，看上去挺新鲜的。为进一步提升旅客在途中的体验，昆明出发，我们走的并不是成昆线，而是和老成昆线并行的广昆线，也就是昆楚大。这里25T 是乌鲁木齐到昆明的直3拐1次，过了昆明西即将通过读书铺。这边奇奇怪怪的站名很多：读书铺、牧羊村、高楼房、密码龙、一平浪。下面就是老成昆线，远处青龙寺站。老线翻山走秦风营，新线从这里开启隧道模式，直接穿山去陆丰南。初代绿巨人气密性不太好，耳朵不舒服。耳膜快乐车。陆丰南对面站台有不少乘客在等隧道里的蓝妹妹，动车86动9次。出动再次与老成昆线相遇，密码龙1号、2号隧道。广通北跨越我们的是昆明到宝山的陈34动次列车，它将在不远处岔开去楚雄，经停大理后驶上大瑞铁路，岔开点就在这里，桥上就是广大线，往前不远处是新老成昆线的共用车站店尾站，而我们的新成昆线在这里开始改叫俄广线。这一路能看到对面下行货列不断，这是因为老成昆线在不远处的金沙江边成了断头路。2020年，由于乌东德水电站蓄水，成昆铁路金沙江段被淹没，所有列车在袁某溪攀枝花这一段只能走成昆复线。就要到了，请您提前到本车厢运行方向前端车门等候下车。停靠永仁之后，9点56分，攀枝花南站接近。攀枝花是个神秘的地方，也是个神奇的地方，尤其是这里的公交线路，据说都特别长，从头到尾坐一遍是需要勇气的。大家有没有推荐？攀枝花南。9点59分，早点3分钟，动车244次进攀枝花南。攀枝花南到了，请您留意站台与车厢的间隙。2021年1月，随着老攀枝花站的停用，攀枝花南站成了攀枝花市最重要的火车站。未到站下车走动的旅客，请您留意开车提示。对于坐南开往成昆南方向的动车2班。
即将发车时，偶遇同向运行的动车2-8动子昆明到黄龙九寨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旅行。列车前方到站米易东。离开攀枝花南，列车一头扎进隧道，这就厉害了。从地图上可以看出，这里隧道非常复杂，山体中还挖了一条去老攀枝花站的联络线。隧道的另一端，我们即将跨越金沙江。大桥上可以眺望雅龙江汇入金沙江，桥下是老成昆线三堆子站。过江攀枝花市延边线。金沙江北岸，老成昆线溯雅龙江安宁河而上，一路蜿蜒而行至米易，但新的成昆线仅用7个隧道就到达了米易东站。前进方向左侧就是米易县城潘连镇，再往前列车就进入凉山彝族自治州，第一站便是南丝绸之路必经城镇德昌。到了，列车前方到站西昌西。米易、德昌和下一站西昌都在安宁河边，这里是安宁河河谷地带，两边都是大山。目前，老成昆单线、新成昆副线共同承担成都到昆明的客货运输。德昌到黄水塘老线不断在下方出现，其实新老2条成昆线中间有好几个地方可以互通，普达、米易东、冕宁、黄水塘南。看线路正下方就是接入老线的黄水塘联络线。11点39分，西昌西站。西昌西果然大站，很热闹啊 ！AD 干奶、利基庸都凑齐等着呢。一左一右还停了2列绿皮车，左边这是攀枝花开往北京西的老牌经典快818次，右边什么车次？我就不知道了，有没有明白人？还挂着陈局成段的本物呢。先生们，列车到本站停车时间较长，等需要签的旅客请到站台上。还有这种服务？开车时间以免行车旅行带来不便。这么贴心，还提醒大家下车吸烟。西昌西发车，前面什么冕宁啊、甘洛啊、峨边啊都不停了，接下来一站直达成都南。成都南。现在我们已经沿着这条安宁河溯流而上200公里，而老成昆线从桐梓陵站到冕宁站需要8次跨越安宁河，这是最后一次。泸沽安宁河大桥。成昆栓汉2桥4胞胎之一，看到它，我总会想起手跨龙川江的拉臼大桥。通过冕宁，窗外的安宁河变成了孙水河，老成昆线开始沿着孙水河爬坡，最终它将在50公里外经过两河口展线、韩都路展线，由全线海拔最高的沙马拉达隧道翻过小香岭。新老线分开的地方在这里，绵山。老线即将前往喜德，新线小香岭隧道，这是俄广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，也是曾经中国单洞双线第1长隧。过了小香岭隧道，我们从雅龙江流域进入大渡河流域，老成昆线开始沿着尼日河下山，直到大渡河峡谷。假如你是乘坐老成昆线上的绿皮车，你就能看到奶奶包隧道遗址、栗子伊达事故现场、老昌沟一线天拱桥、关村坝隧道车站，惊叹成昆铁路之壮美，遥想当年修筑之艰辛。那一座座烈士陵园伫立在老铁路旁的同时，也默默注视着成昆新线，是巨大的牺牲和卓绝的奋斗换来了几10年成昆钢铁通途。
即使在近期，陈坤县仍然面临山体塌方、泥石流等灾害。就在我们行驶的尼日河2号特大桥下方，2019年夏季就发生过山体垮塌事故，造成中国铁路成都局西昌公路段17名职工殉职。那时距离陈坤新线通车还剩不到3年。如今复兴号动车组呼啸通过了一座又一座隧道，使成都昆明间即使不坐高铁也可以7小时到达。这背后仍然是陈坤精神的延续。小香岭隧道21公里超长施工距离中，遍布涌水涌沙，塌方岩爆。吉布甲隧道，隧道内常年高温超40摄氏度，作业面需要大量冰块降温。八月岭隧道，穿越大型地质断层及4600米软岩变形高烈度地震区。越西之后仅仅18分钟，甘洛南站。再过16分钟，下午1点05分，京口河南站列车进入乐山市。再开18分钟，跨越大渡河。再来一串隧道，离开大渡河峡谷，来到峨眉山脚下。接着，我们的动车244次跨青衣江过嘉江站，也就是曾经的乐山北站。青龙场后跨越岷江，然后普兴、花龙门、工兴双流成都南。北京时间14点40分，历经7小时整，成都南站。我们的列车立刻更改 LED 方向牌，即将执行动车243次返回昆明。旅途辛苦了，昆明局金花乘务组期待您的下次光临，我们下期再见。